嗨，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喺開始之前呢，我想先同大家傾下偈先。我做金銀週報已經有幾年噶啦。金銀週報係報導最新影響黃金版嘅消息嘅。我會綜合市場嘅變化同埋基本嘅經濟理論。我係講我信嘅分析。金銀週報係歡迎大家留言嘅。我經常睇到好多有質素嘅留言，令我獲益良多。一向我都係尊重同我不同嘅見解嘅，但我絕對唔會同留言者爭拗嘅。所以想爭拗嘅朋友你肯定係去錯地方啦。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2024年12點2期嘅金銀週報。美國通脹溫和回升，11月 CPI 升幅由10月嘅 2.6% 加快至 2.7%， 連續2個月通脹增長回升。美國11月份撇除食品同埋能源嘅核心 CPI 按年升幅維持喺 3.3%， 符合預期。美國聯儲局將喺下週舉行議息會議。上個禮拜就業數據同埋剛公佈嘅通脹後諮商局 FedWatch 工具顯示，市場全面壓住12月將減息1/4厘嘅比率已升至 99.9% 啦。但投資者估計聯儲局喺明年降息嘅步伐放緩。過去一個星期觀望氣氛濃厚，大市變動不大，美匯升0.99。報106.9，道指跌814點，報43,828點；標指跌39點，報6051點；納指升67點，報19,926點；黃金升17美元，報2,650美元；白銀跌0.48美元，報30.59美元。由於美匯指數繼續上升，限制咗黃金版呢個禮拜嘅升勢。全球最大嘅鑽石生產商 De Beers 放棄咗為低迷市場提供底線嘅嘗試。該公司已將鑽石價格全面下調10% 以上。根據彭博社報導，鑽石產業遭遇咗數十年嚟最嚴重、持續時間長期嘅衰退。De Beers 宣布呢項消息嘅第二日中國實驗室培育鑽石公司股價飆升9%，最高達30%。De Beers 發起降價嘅可能會刺激更多鑽石嘅銷售，但呢個表明天然寶石嘅未來前景將被合成嘅寶石削弱。上一期我提到鮑威爾喺紐約時報 Dealbook 峰會上發表講話，佢將呢個比特幣俗稱虛擬黃金同呢個黃金進行比較，佢知人們將比特幣用作投機資產，佢就好似黃金一樣。從11月初比特幣就上升咗39%，而黃金則下跌咗8%。咁是否呢個虛擬黃金比特幣同埋培育鑽石正挑戰黃金同埋鑽石嘅地位呢？世界黃金協會禮拜四表示，10月各國央行嘅黃金購買量激增60噸，主要係印度儲備銀行增加咗27噸貴金屬嘅儲備。世界黃金協會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公佈月度數據，得出呢個數據顯示，印度10月份增加咗27噸嘅黃金，使其1月至10月嘅黃金購買總額達到77噸。2年來摩根大通策略師一直敦促投資者購買黃金。2年來佢嘅睇法係正確嘅。禮拜二，該銀行預測黃金將在2025年再次成為最值得購買嘅商品。摩根大通全球大宗商品策略主管 Natasha 領導嘅團隊指出，喺呢個2025年特朗普政府上任初期黃金睇起嚟仍然能夠對沖宏觀環境嘅不確定性。黃金持續嘅上漲令人想起20世紀70年代，黃金由35美元升至280美元。亞洲星期二黃金最新報價為2667美元，而今年嘅黃金只係上漲咗29% 啫。2024年將喺約2個星期後就結束啦。黃金版喺星期四較高嘅水平後轉向下行，但估計黃金版喺年底前仍會上升嘅。咁金價喺年底前能否升破2800美元呢？白銀喺年底前又能否突破33美元呢？左圖顯示黃金周線圖上巨大嘅 HNS 反向形態嘅目標係3300至3400美元，同美國市場相比
中國股市嘅比率咧接近歷史嘅低點，底線就係喺2025年咧美國股市可能會暴跌嘅，中國股市咧可能會飆升。呢兩件事咧對黃金嚟講咧都係非常有利嘅。左下圖顯示黃金繼續從$2550咧嘅買入區域走高，喺第一輪上漲中咧，星期四早上金價衝至$2725後咧轉向下行。路透社指中國央行喺10月購買咗5噸黃金，5噸黃金係一個小數目，但之前嘅採購量咧大多只係喺10噸至20噸之間。呢個每月黃金買家嘅重新出現咧，可能會成為下一輪上漲嘅催化劑同埋呢個信心增強劑。估計金價喺年底至明年1月初咧會升至$2800嘅。下星期21號咧，金銀週報將暫停一次。喺呢度咧，先祝大家聖誕節快樂。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俾我點讚同埋按下個鐘仔。你嘅支持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上期咧，我有提到板已經趨於穩定並形成美麗嘅雙底形態，呢個係市場築底常見嘅指標。呢種潛在嘅反轉咧，正在係一個關鍵嘅技術關頭展開。2月份建立嘅上升趨勢線同埋5月份下降趨勢線嘅匯合咧，進一步強化咗企穩同埋築底形成嘅理由。星期四板價格咧曾升至$32.26上方後咧，就跟隨黃金轉向下行啦。但板咧開始睇嚟咧，好似貴金屬中嘅短期嘅領頭羊喎，而喺未來一段嘅時間咧，保持積極嘅情況。$32.86咧將成為下一個目標。短期嘅關鍵咧係推進板突破$33.5嘅上方阻力區。如果成功突破嘅話咧，應該為板嘅牛市咧鋪平道路。估計板喺年底至明年1月初咧會升至$33嘅，更在明年1月第一季咧升至$40甚至更高。美國近期發布嘅通脹數據咧逆勢而行，但現在咧將其稱為通脹上升新趨勢咧，可能還為時過早。聯儲局一再強調重點係不要過快降息，以避免咧通脹再度抬頭。聯儲局一直避免直接討論即將上任共和黨政府對經濟嘅影響，但似乎好明顯，新嘅更高關稅將在某種程度上咧必然引發通貨膨脹。特朗普或其他政府高級嘅成員咧不可能成功迫使聯儲局咧放鬆呢個政策嘅，尤其是喺通脹上升而就業數據惡化嘅情況下。投資者預期咧2025年貨幣政策嘅前景咧更加不確定。黃金板喺本週稍早上漲後咧，禮拜四就下跌，原因係由於市場估計聯儲局喺呢個2025年咧將會減慢降息嘅步伐。美匯指數喺星期五咧曾升穿107，收市報106.95，所以令本來上升嘅黃金白銀咧就回調啦。問題係影響黃金白銀嘅美匯指數仲會升幾多呢？根據 Trading Economics 全球宏觀模式預測同埋分析師預期，美匯指數咧將喺本年底咧達到107.18嘅，喺2025年咧最高將達至107.79。加上目前咧正處於減息嘅週期。ING 大宗商品策略師伊華表示，較低借貸成本咧對黃金有利嘅，因為黃金咧係冇支付呢個利息嘅，所以喺年底至2025年咧美匯指數對黃金影響咧將不會太大嘅。金價測試咗$2760附近嘅關鍵阻力位，然後咧就大幅回轉啦。板喺禮拜四停滯喺$33上方，目前咧有可能兩次下跌至$28.5嘅。金價已從2023年10月嘅低點飆升$1000，目前咧正在適當嘅暫停。2024年3月突破$2100嘅標誌住一個關鍵時刻，標誌住貴金屬新嘅牛市開始，預計將持續數年。經過多年嘅表現不佳，我們相信白銀將喺2025年佔據舞台嘅中心。金價喺測試$2760附近嘅阻力位後大幅反轉，呢個可能標誌住反彈嘅結束。如果收盤價格重新跌破50天移動平均線則將出現兩次嘅下跌，或會跌至$2500添。一旦價格築底，預計2025年第一季價格將升至$3000以上。白銀就形成咗一個外部反轉日，可能標誌住呢次反彈結束。
兩次跌破$30嘅可能性好大嘅，計算目標咧係接近$28.25嘅。預計白銀喺2025年咧將表現強勁，目標為$40以上。黃金白銀喺2024年強勁上漲後咧，正在經歷調整。喺呢個2025年，預計白銀咧將領先突破$40，表現優於黃金。我一直講喺呢個經濟環境下咧，債務炸彈爆破、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咧，最有可能咧喺2024年底至2025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我預計黃金白銀咧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係黃金白銀嘅下跌咧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白銀咧就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上$4000，白銀咧亦會升至$100嘅。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最後，如果大家想請我飲咖啡嘅話咧，香港嘅朋友咧可以掃描左邊嘅匯豐銀行 PayMe， 或者掃描右邊嘅支付寶。而海外嘅朋友咧可以透過 buymeacoffee.com 請我飲咖啡嘅。歡迎大家加入我個 Patreon 成為我嘅會員。如果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